108人，人伦一心，齐心表别，乐必同乐，生不同生。嗨，各位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叶绿绿。电影《投名状》在2008年台湾金马奖获得最佳剧情片、最佳导演2项大奖，在同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更是摘得诸多奖项，表彰不少，但票房惨淡，成了这部电影的宿命。在那个向上的年代，创作一个以沉沦为底色的故事，无论是官方还是观众都不会买账。只能说导演陈可辛勇气可嘉。相比那个删得七零八落的公映版，今次再看原版，忽然发现它是一部严重被低估的作品。这支影片我将分6个章节解读电影《投名状》以及它所引发的思考。话不多说，直接发车。每天不超11小时，每周不超7天，就不会触犯法律。996007还得转发公司广告，转发公司福报，那一发投名状，告诉老板我很忠诚。可老板要忠诚有何用？不过是拿来节省成本罢了。我们看似聪明无比，但很多时候只是那些实用主义者的工具。工具在他们眼里只有摆平和摆不平2种状态。不要悲伤，上班和上钟本质上没什么区别。实际上早在2007年，香港导演陈可辛就根据晚清司马奇案改编了电影《投名状》，讨论理想为现实所用的无奈。自1644年清军入关，坐拥天朝200余年，此时留给这个庞大帝国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大清同治9年，公元1870年，司马案发生在7月26日，两江总督马新贻在金陵教场阅兵完毕，返回辕门，忽然有人拦路喊冤，并趁机行刺。刺客刺杀成功后，当即束手就擒，并高喊刺客是我张文祥。案发后，慈禧太后委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调查此案，曾一再推脱，方才上任，最终给张文祥定了个寻衅滋事、不通海道的罪名，于同治10年3月26日将其凌迟处决。1872年，曾国藩病逝在两江总督任上，刺马案终究成了悬案。马新贻假报军功，劫纳权贵，诱杀兄弟，霸其妻室等等，成了野史、小说和戏曲的重要素材。后人将刺马案、杨乃武与小白菜案、明陵杨月楼案以及太原案并称为清末4大奇案。清军军官庞青云在战斗中装死，捡回一条性命，却丧失了一个营数千弟兄。他逃离战场时被一个叫连生的女人救下，二人在破屋里共度一夜。第二天一早，连生不知去向，庞青云则被土匪强拉入伙。他武艺高强，杀人利落，帮土匪劫了官兵粮草。这伙土匪来自一个需要精准扶贫的村落，抢到粮食便回村分掉。不料魁子营官兵闻讯赶来，不仅夺走口粮，还差点再起冲突。老百姓吃饱饭不易，落草为寇更不易。于是庞青云提议大伙投靠朝廷，能吃上军饷，还不怕围剿。匪首赵二虎、姜武阳两兄弟知道招安是个好出路，于是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。不料麾下却有人提出异议，庞青云本就是清军，现在又来拉土匪投军，居心何在，实在难说。姜武阳接着喊道：纳投名状，兄弟结义，各杀一个外人，断绝后路，以示忠诚。从此兄弟的命是命，其他人皆可杀。外人乱我兄弟者，视投名状，必杀之。兄弟乱我兄弟者，视投名状，必杀之。我认为这投名状大概有3层意思：一为结义方式，2为处事态度，3是基本章程。兄弟结义建立在罪恶之上，观众不必再纠结人物好坏，这是影片第1幕便定下的基调，也是电影文学性的体现。投名状一词出自《水浒》，柴进推荐林冲上梁山，白衣秀士王伦再三推脱，说庙小容不下大佛。在朱贵的建议下，林冲应当下山随意取个人头来纳了投名状，方能称兄道弟。做兄弟最怕出卖，只有大家手上都沾了血，都做不成好人，这样才不会相互出卖。草莽英雄大都直截了当，谋平等的方式自然也比较耿直。试想大家都读了点书，成了举足轻重的现代人，当如何纳这个投名状呢？3兄弟投在陈大人麾下，要得1500精兵攻打舒城。他们自村里带出800人，在这场战役中以身作盾，迎着长枪大炮冲锋，只为搅乱太平军5000人马。战役大获全胜，为庞青云换来了5个营的资本。往后的杀伐征战，他们做战前动员时，总会喊出抢钱、抢粮、抢娘们儿的口号。但在一次夺城之后，庞青云发现属下士兵奸淫民女，要将士兵就地正法，以树军威。赵二虎再三求情，无济于事。姜武阳则手起刀落，把他们送往极乐。这次冲突中，
庞青云首次说出了他的伟大抱负：如果有一天他说了算，绝不让老百姓再受任何人欺负。赵二虎说不出什么道理，他出身穷苦，大字不识，本以为当坏人就不被欺负，没想到做好人也得死人。我以前没得选择，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。跟法官说，看他让不让你做好人。这里提到女人，正好补上连生这条支线。庞青云落草回村，发现连生竟是二虎的女人。她本是扬州瘦马，精通琴棋书画，坐等富贵人家纳妾，去享受余生荣华。赵二虎是个愣头青，活生生将她抢了回来，还以为这样是救她于水火。庞青云与连生自打破屋便产生情愫，只是后来碍于兄弟情面，内心悸动，只能克制。山字营攻打苏州城，没钱没粮，困于城外。庞青云去找陈大人，不幸碰壁，于是求助敌对同僚魁子营，与何魁做了笔交易，打下南京，一人一半。赵二虎则只身前往城内，想用鸦片换取粮食，没想到苏州城内也早已到了人吃人的境地。这里出现一个形象异常高大的人物，太平军头目黄文清。他赤脚散发，歌舞升平，决斗时故意死在老歪脖子树下。赵二虎剑下，成全了苏州的百姓与士兵。原因是他跟赵二虎也做了笔交易，那便是降城不杀。苏州城破，4000太平军困于瓮城，庞青云下令屠城，原因是口粮不足且兵不厌诈。赵二虎高呼道义与良知，三弟五杨只有一句话：二哥，大哥是对的，当然是对的，大哥是对的。于是他绑了赵二虎，放箭屠城。这场戏银幕内外都在反胃，3位男主更是贡献了可敬的演技。屠城后，赵二虎打算率众离去，庞青云先是军法威胁，接着跪地承诺，这才将二弟摆平。与魁子营的竞争，好比项羽刘邦有约在先，两路分兵进咸阳，先进咸阳为皇上，后进咸阳保朝纲。攻打南京同样时不我待，这种军阀割据的做法在晚清军队甚为流行。庞深谙此道，即便与何魁做了交易，攻下南京后，仍将军功钱粮占为己有。三兄弟化身刘关张，打板开唱，戏曲与战争场面混剪，预示着旗开得胜，万人称颂。收复南京1个月，赵二虎私分军饷，让庞青云愤怒至极。何魁因为丢失了南京油水，被他的主子姜大人训斥，于是意图策反赵二虎。有投名状在先，赵二虎自然不会听信何魁。正在这个当口，姜武阳又目睹了大哥与二嫂开会，目睹了大哥与二嫂通奸。庞青云撩袍端带上得金殿，本想在品级台前面圣，却逢太后老佛爷垂帘，中间还加个话筒李莲英。他被赏了黄马褂，并加封两江总督，正如他名字所言，平步青云。面圣后，庞与陈迪2位大人有段对话，大意是说，庞若不选择站队，便是与众人作对。这个场景里，庞青云始终没有表态，其人物形象堪比苏州城的黄文清。最后，庞青云向狄大人做出承诺，山字营带头裁军，可狄大人不依不饶，拿分军饷的赵二虎来威胁，赤裸裸的政治恐吓，被陈可辛拍得不动声色。多次回看，无不体会到庞的两难境遇。庞青云端坐暗室，策划谋杀赵二虎。端武阳看出蹊跷，误以为大哥因女人反目，便手刃了二嫂连生，并说：外人乱我兄弟者，是投名状，必杀之。马到临崖难回首，船到江心难补漏。就算连生死了，赵二虎也活不成。因为除了情感，更重要的原因是庞青云的政治抱负需要用兄弟的鲜血来换，理性加情感双重动机，这当是编剧的功劳。相比很多影片只把女性当作点缀之用，连生这条线就像教科书一样有分量。影片结尾正好回到刺马案，庞青云上任当天，姜武阳携刀行刺，武阳自然不是大哥对手，只能一遍遍喊着：兄弟杀我兄弟者，必杀之。明刀易躲，暗箭难防。庞青云挡住了兄弟，却挡不住身后长枪。礼炮轰鸣中，他前心中刀，后背中枪，满腔抱负化作鲜血喷薄而出。姜武阳凡事只讲一个理字，多次劝二哥说大哥是对的，他是投名状最忠诚的践行者，既然大家定下了规矩，就该按规矩行事。刺杀庞青云成功后，他发现庞后背中枪，却高呼道：刺庞者，姜武阳是也，把罪名揽在自己身上。或许在他看来，庞只是违背了投名状而死，亦或自家兄弟轮不到外人动手。片尾字幕提到姜武阳被凌迟处死，网络上有陈可辛解说版，正是凌迟这一段。飞火流萤对火笑，笑看朝生暮死早。
金城武一系列表情，回顾了姜武阳一生的喜怒哀乐，堪称演技巅峰，可惜未能放进正片。片中的红脸关公象征赵二虎再合适不过，他理解忠义，并努力捍卫，尊重死者，为家人发放抚恤。可他的局限在于只在乎村里带出来的兄弟，就算苏州屠城时杀的是太平军，也只因为瓮城里站着曾经的弟兄。攻占南京，他带头发响，再次赢得将士拥护。可仔细想想，如果他真的身居高位，某一天也会被裙带关系拖下水。更可怜的是，与连生同床共枕，却不知瘦马的真实心意。还好他并不知道兄弟相残，临死前还在担心大哥安危，也算壮烈。庞青云这一角色最为复杂，他很早就说不相信投名状，只相信二虎和五羊。或许从死人堆里爬出来那一刻，他便看透了世俗道义，往后全是为达目的的不择手段。那投名状带土匪投军，他把兄弟作为资本，用800人换来1500，用1500再换5个营。打舒城为了投诚陈大人，打苏州是给朝廷放中立信号，打南京为了一步登天实现报复。可是回头来想，他步步为营看似正确，其实每一次选择都在那投名状。当他为民请命，说免除3年钱粮赋税时，满朝文武颤颤巍巍，只此一笔便知，在各位大人眼里，他同姜武阳一样无知，傻乎乎地说着嫂子已经死了，你没有杀二哥的理由了。前面我们说到，不以好坏谈人物，电影《投名状》在我看来，除了现实为理想所用，还有个值得深思的部分，是他探讨了人的认知局限。五羊二虎是草莽英雄，用残暴换取出路，投名状对他们来说很简单，一根绳上的蚂蚱，谁也别砸谁的锅。本是通天的庞青云，大起大落之后看清了时势，用投名状换来资本，继续在仕途上下注赌博。端坐于庭院的3位大人，言语间明争暗斗，但都顾及颜面，绝不翻脸。他们影响着时局，也从中得利。之所以稳若泰山，只是因为身在庙堂，眼界甚远。我这一生如履薄冰，你说我能走到对岸？人的认知局限在任何时代似乎都无解，因为它关系到出身、学识、环境等等因素。试想，你我生活在闭塞的语境中，能说出什么经世理论？或者成长在强行灌输的环境下，又能凭空生出多少自主？二虎五羊之于庞青云，认知处于婴幼儿阶段；庞青云之于军机大臣，同样像个学步孩童。小孩子走路不稳，可不就是如履薄冰？既然人有认知局限，现实困境该如何应对？庞青云做了个示范，用权力去实现抱负。只是这示范不仅失败，还让人绝望。好在电影《投名状》本身并不是一份投名状，算是绝望中的坚守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别忘了点赞订阅。我们下期再见。